如果你是做下顎的後牙的植牙，底下有一條粗的神經管，叫做 inferior alveolar nerve。如果你不懂這英文沒關係，反正楊醫師懂就好。完美微笑來自超越細節堅持。大家好，我是楊道醫師。之前呢，我們有跟大家提過，如果你今天有缺牙，那麼你可以處理的方式大概有，不是做牙橋就是植牙。那麼就有人問說，楊醫師，你總不能一直都說，植牙我們可能怎麼做？那我自己如果真的要植牙，我又怎麼自己判斷我是簡單或難，好讓我自己在家裡就知道我大概要走哪個方向呢？楊醫師就來跟大家說，如果你今天有機會或有可能，或者是醫生曾經跟你提過，那麼你該如何自己判斷自己的植牙是困難或簡單，好讓你做一個更明確的決定。那如何判斷你的植牙簡單或困難？楊醫師從3個方面來跟大家做解釋。第一個方面是你牙齒的基礎狀況，第二個方面是你的骨頭牙齒的生理結構，第3個是你整個身體的狀況。我們從這3個方面來談起。第一個，牙齒的狀況。首先，如果你牙齒是那種本來好好的那突然嘣斷掉了，不管是你不小心撞到桌角斷掉，或者是你的假牙突然斷頭，那種呢，大概就意味着你基本的底下骨頭是好的，只是突然上面頭不見了。那麼如果这種情況你有考慮要植牙，那會是相對簡單的。第二個，那萬一呢，你的牙齒不是那種瞬间頭不見了，而是你做了根管的打個洞，然後你正在治療，結果怎麼樣都治療不好，那有可能底下細菌真的比較多，或者是它有側根管，或甚至牙根有一個細的小裂縫。那醫生如果跟你提說，我們怎麼治療都不會好，這時候你如果去判斷說你要不要去植牙的時候，大概也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植牙情況。原因是這個牙齒才剛剛被宣判不行而已，它還沒有撐很久，所以它沒有爛到那麼多，爛到那麼廣。那馬上拔掉，不管去補骨頭，或者是你前牙的馬上拔馬上種，大概也會是比較簡單跟快速的。第3個，蛀牙不小心蛀到牙根，我相信絕對不是你不小心，是細菌不小心蛀到牙根了。是細菌不小心蛀到牙根了。那麼蛀到牙根呢，你也措手不及啊。那萬一勉強做假牙，大概也用不久。這時候我們就是決定要植牙的時候，也是因為這個蛀牙把頭蛀掉了，然後蛀到牙根。那牙根應該也是屬於上頭的部分而已，所以你把整個牙根拿掉，底下的骨頭應該也是完好的。那麼這種情況，你去植牙，效果也是會不錯。所以講到這裡，大家有沒有一個基本的概念？就是當我們要植牙的時候，確實就如楊醫師以前的影片說的，我底下的骨頭好就會好植嘛，所以以上3種情況大部分就是會破壞到一點骨頭，但一點點而已還沒有到很多。那麼你及時彌補它，你去植牙就會輕鬆更容易。那以下2種情況就會比較困難。第一種，如果你有牙周病，那你想要留它，楊醫師也同意，我們盡量留。可是這個牙齒呢，從本來不太搖，那我們治療到會搖，它還是繼續在治療，還是繼續搖，也就是你牙周病的過程是一路走下坡，一路走下坡。這時候如果你還想要等，沒關係，楊醫師陪你等。但等到後來，萬一花兒都謝了，骨頭也不見了，那麼這樣子的植牙會是比較困難的。再來，另外一種情況，根管治療撐很久，不管你是1次根管治療、2次根管治療、3次根管治療、N 次根管治療，你就是不想拔，那麼底下的細菌就越來越多，那越來越解決不了，膿包也長了，放了也很久了，這時候範圍越放越大，那麼它的困難度就會越來越高。那當然，楊醫師絕對不是鼓勵你一定要趕快拔牙，而是楊醫師要告訴你，你如何去判斷那個黃金的時間點是差不多了啦，也等夠久了，我們是時候往下走的那一個時間，讓你好好做決定。第2個大重點我要講的就是解剖位置。剛剛已經講到說，你這個牙齒啊，如果說撐很久，確實狀況會比較不好。那麼如果你今天說，楊醫師啊，我不會撐很久可是它的解剖位置，就是這個牙齒到底位在哪裡，是不是也會決定我們這個牙齒如果要植牙，它到底是簡單還是困難？是的，楊醫師幫大家做一些分類。如果你要做上面的後牙，
你要先看鼻竇。如果今天你的鼻竇是很低的，很低就是接近底下的骨頭，那鼻竇就很大嘛，那你要植牙的骨頭，它能夠植的区間就是那個位置就比較短，比較沒有辦法完全植上去，那麼植牙就會困難。你要植之前是不是先做鼻竇的手術，然後才能夠跟鼻竇接點空間，我們把植牙植上去。另外，如果你是做下顎的後牙的植牙，我們下顎後牙底下有一條粗的神經管，叫做 inferior alveolar nerve。如果你不懂這英文沒關係，反正楊醫師懂就好。就是有一條粗的神經，那一條粗的神經管呢，會決定了你這個植牙到底能夠種多深。因為特殊的情況，我們才會很接近那個神經去植。如果一般的情況，我們會希望離這個神經管大概2個mm左右，那會比較安全。那麼就限制了我們植牙的深度，也就是會決定我們這個植牙到底困難或簡單。那上面的後牙跟下面的後牙都知道了，現在講前牙，前面下面的骨頭會比較細、比較薄，它的黏膜組織也會比較高，它的角化牙齦也會比較薄。那你在植的時候，確實的困難度也會高一點。那我們處理上面呢，它就已經骨頭很薄了，那你如果又破壞它的骨頭更薄，那就會比較困難。那處理的方式上面，有的時候我們會盡快的，像是擊拔擊中等等的處理，來降低它的困難度，甚至不要每一隻都植，有個間距，這也是植的一個方法。另外，上顎的前面門牙，我們可能更會採取擊拔擊中的方式來處理，一個是美觀，另外一個是快速，第三個當然也是降低它的難度。因為萬一如果我們是用分段式的，像是先補骨，等它長好我們再植牙，這時候有時候我們植完它不會那麼好看，變得你後續還要再彌補它，像是利用牙肉的處理，甚至利用假牙的處理，再讓它變得更好看，那麼難度上面也會是高的。那楊醫師剛剛講的就是把所有的牙齒分成上下前後來做個分類，讓大家知道說，當你要植哪一顆牙齒的時候，它是屬於比較可能是困難的，或者是簡單的。第三個，身體狀況。簡單的來說，如果你身體比較有狀況的話，那我們就要特別注意嘛，那也就是難度稍微高一些啊。糖尿病就是會讓血管的末梢產生一些病變，也就是身體的邊緣組織它的抵抗力會比較弱一點。那麼當你植牙剛植進去，那你的血糖沒有控制好，你有比較嚴重的糖尿病，那麼骨整合的癒合情況，或者是它牙肉癒合的情況稍微差一點。那麼當你有比較嚴重的糖尿病，植牙要稍微注意一下。再來，如果你有高血壓，記得哦，在植之前吃個降血壓的藥。植進去之後，血壓多高倒沒有太多的影響，原因是高血壓比較容易影響你術後它有沒有滲血。如果你在手術之後能夠順利止血，大概高血壓也不會有太多的影響，除非你是高到那種200，那當然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如果你有骨質疏鬆，那麼你有服用吃骨質疏鬆的藥，那麼要稍微注意，因為骨質疏鬆的藥會影響骨頭的骨整合，這個可以請教你的新陳代謝科醫生，幫你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一些比較新型的藥物，讓你可以同時植牙，也可以治療好你的骨質疏鬆的問題。然後，如果你有一些比較特別的習慣，像是抽菸啊、吃檳榔的那種，那當然對於傷口的愈合或者是植牙的骨整合也稍微弱一點。像是抽菸，它裡面有毒素，它會讓你的傷口比較不容易貼在一起，或是黏黏的。那至於嚼檳榔呢，它口腔裡面有一些特殊的化學物質，當然也會影響手術過程的傷口愈合或骨整合。這些你都盡量要在你要植牙的時候，先暫時短時間先不要吃。那你問楊醫師為什麼叫短時間？永久不要吃不就好了嗎？我要跟你說，其實有點困難。楊醫師看牙齒那麼久了，其實從以前到現在還真的沒有碰到過說為了一個植牙然後戒掉菸戒掉檳榔的。大家不久就重拾就有美好的興趣，然後又開始抽菸跟嚼檳榔。這意思是你在植牙那一段時間稍微忍耐一下啦，少一點大概也都過得去。OK， 這樣了解了嗎？那如果你問楊醫師說，楊醫師我都知道了，我也會判斷我到底植牙容易或簡單呢？那麼植牙容易就容易，那植牙如果難，到底我會面臨什麼事？當然是3件事啊。第一件事比較痛啊，為什麼？因為可能會反覆發炎啊，或者是你撐很久，然後底下骨頭都沒了，那你做一個垂直補骨，哎，不是比較痛嘛？再來第二個，它可能會時間比較久啊，因為像我剛剛講的垂直補骨那種情況，你一補骨而已哦，可能就要經歷個10個月1年，然後你才有辦法去植牙。像這種都是會有特殊處理的時間都會比較久，然後你也要把這個時間計算進去。那當然第3點就是錢比較多啦，花費比
比較多啦，因為你要多做這件事情去救你撐那麼久所產生的骨頭的受傷，那麼你當然也是會需要多花一點費用。因為楊醫師經常說的，如果楊醫師倒骨粉在你的嘴巴裡面，會有點像倒美金、倒黃金在你的嘴巴裡面那個意思，因為這實在是太貴太多錢了，所以請大家稍微要拿捏一下。因為如果醫生建議你，可能你可以考慮植牙了，那麼那個時間點大概是一個黃金的時間點，因為過了那個時間點，你的病灶可能開始回頭去吃你的基礎的條件，那麼你基礎條件越差，你之後又要多花錢去彌補，那麼錢去彌補它了以後，你癒合要時間嘛，那癒合的過程你可能會多一次手術、2次手術的皮肉痛，這個都可以讓你當做是一個你到底要不要決定去做植牙的參考。講到這邊，不知道大家對於今天的議題喜不喜歡？如果喜歡，歡迎在下面留言、按讚、訂閱跟分享，也同時關注楊醫師的 IG 以及 FB。我是楊道友醫師，我比你還要在乎你牙齒的細節，期待與你的完美微笑再次相遇。我們大家下次見哦，拜拜。